就我的观察，在102年我进驻到我公司这个附近的社区的时候，当时3房的房价大概300多万就可以买得到了，所以你那时候的自备款大概准备30多，加付一些其他税金那些，大概40多万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可是现在房价涨了，3房的房子大概要500万上下你才买得到，所以你看这8年来涨了大概涨了将近快100多200万。Hello， 大家好，我是邀请。在这一集当中，我会聊到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能够尽早买下自己的房子，就赶快做决定哦，因为早买早享受。那这是我单纯我自己个人的那个见解，分享给大家。那这个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后我每一次上传影片，你都可以接收到被通知的讯息。那为什么要早一点买下自己的房子？是因为在我那个年代买自己的房子，自备款大概准备1成，那甚至可以更少，你就买下自己的房子。那其他就是跟银行贷款，所以你要有良好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随着贷款的那个方式的调整，目前房贷大概7、5成到8成，如果你是首购的话，还可以贷到8成，当然是要银行建价建得到8成。那甚至有一些银行还是有8+1，就是+1就是装潢贷，所以你的自备款还是可以大概1成就可以买下你的房子。那我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我的观察，在102年我进驻到我公司这个附近的社区的时候，当时3房的房价大概300多万就可以买得到，所以你那时候的自备款大概准备30多，加付一些其他税金那些，大概40多万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可是现在房价涨了，3房的房子大概要500万上下你才买得到，所以你看这8年来涨了大概涨了将近快100多200万。可是我们看数据说通货膨胀大概就几%而已嘛，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我觉得通货膨胀是蛮可怕，它这样从当时到现在已经涨了很多。我还记得我刚做房仲的时候，那时候大概96年还97年的时候，我去扫街拜访就是发传单，然后跟人家聊天，人家说你看以前这边的房子，那时候在内坜富华街，这边房子一栋当时才80几万就买得起了，当时他没买，然后讲很多自己当时的故事分享给我听，我就原来这样，我才了解说以前的历史，以前房子的历史。可是你看，现在110年，我们去富华街那时候找800、900万都还买不到一栋房子，现在还要除非说它屋况很差，要自己整理这样。那它涨了很多，将近100倍，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能够买房子，我就赶快买房子，因为你不买房子，你租金，你去外面租房子，你租金还是要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拉回来，那以我们现在这边3房的房子3房的电梯500万，你自备款100万，然后贷款8成买下来，我会在这个白板上说明。你看，我们400万本利你付给银行，本金加利息，本利就是本金加利息，你付给银行大约13700，然后你贷款30年，75岁以下都还可以贷款30年。那有些人会说啊，我跟银行贷款30年，我要付30年利息。可是你没有想过说30年后你房子的增幅多少？可是有些人比较保守，他说啊，有可能30年后房价会涨。那我们现在用推测的方式，其实我们现在110年，我们推测回到以前大概80年的时候，请问80年到现在房价有跌吗？有涨吗？因为这个都是个人的想法，我们硬去争辩也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单纯分享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以及我如何操作房地产。那你看自备款500万，我们贷款8成，我们只要拿100万，我们就买得起一间房子。那你不管你现在去外面租房子，3房租金保守大概14000，这个是可能空屋大概14000上下。然后那我也有帮客户租到18000，3房的房子，所以就是看里面配备跟它那个相关的整理度哈。那你看，如果你是自己买房子的话，你的本金加本金利息，本金你13700，它的本金的跟利息的组合就是你还了9000块的本金，这是本金是还给你自己，因为你跟银行借400万，所以你9000块
还进去是400万，会再减掉你这个月这一期的9000块，所以这是你还给自己哦。那你的利息是你付给银行，那银行它不可能无息借给你啊，因为它要养那个行员，然后养很多人，它内部的建价、稽核人员都很多。然后临柜都是，因为它银行就是用它资本去赚钱，可是现在银行它利率才1点多，我也不知道银行它到底赚什么东西。你看很多我们房子租给银行，房租都是相对高的，所以银行他们要付的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付给银行，你可以用这样几千块，然后跟他借到400万，我自己是觉得蛮划算的哦。那你看通货膨胀，我们去看那个数据，这几年来通货膨胀都几趴这样，可是你贷款利率4%，所以你跟银行借钱，你没有损失你跟银行借钱是没有损失的。我们如果就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聊说，你在你能够买房子的时候，你要先把房子买下来。那我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因为以前我当时在做房屋销售的中介，所以我带客户看房子，客户他会跟我讲说，啊，耀姐这边的房子，当时客户说，有屋角，然后对到壁刀或很多的那个他不喜欢，所以他没有做决定。那时候我带看3房的房子，大概300多万，客户跟我讲这些瑕疵，说他不喜欢，没有做决定。可是现在这样有屋角壁刀房子，在110年的时候，它还是一样有屋角跟壁刀，可他现在房子是500万的房子，有屋角壁刀。还是有人买，它还是会成交嘛？什么样的房子都会有人买，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抛掉一些限制我们自己的信念，然后你就是大胆的做决定，去看到你喜欢的房子，在房价合理、你可以负担的范围内，以及整体你评估下，你就做决定买这房子。以前到现在，我的客户买房子几乎大部分都是涨了很多嘛，哈。那有些人他会跟你说，哦，这个房子我买来自己住，然后房子增值了，对我来说没有差，其实是有差的。你把这房子拿去跟银行做增贷，它就会按照市价以及增贷的成数贷给你。所以你当时买400多万，现在房子银行评估600万，它增贷的金额可以7成到8成，我们抓8成，86、48。所以你当时买房子400万跟银行贷款贷7成，加上你还掉的那个本金利息，可能房价剩100万，所以你中间有多少钱可以操作呢？如果是6乘6、7 42减掉你当时现在房贷还掉剩下100万，所以你还有300多万可以运用。那300多万不懂用钱的人，你就会觉得没有作用啊，因为存在银行它的利息还是很低嘛。可是如果知道运用的人，他会做什么？他会把这个增贷的金额拿去再买一间房，然后第2间房租人，这样就有现金流回来。现金流回来，租人的租金可以去缴房子的本利嘛，哈。那也有人他运用这个增贷的金额，他去买了房子，然后他跟银行申请说，我只要前3年缴利息就好，等到2、3年之后我再卖。所以他如果当时这是本利哦，那如果他今天用他增贷的房子买一样我们这样的价钱的话，他扣掉他的利息，所以这个很聪明的人，他买了房子，他每个月还是有9000块的现金可以拿来为自己那个每个月增加大概8、9千块的收入嘛，然后所以用这个概念。那因为现在房子有房地合一税，所有的税制已经加进来，所以你必须要再去了解一下它所有税制。你到卖房子它会增加什么费用，你要把这个成本算清楚。如果算清楚，你评估可以的话，其实买房子是一个蛮好的方式的哦。那我还是要再重申一下说，其实买房子它是一个懒人投资法。怎么说懒人投资法？是因为它会每个月定期定额的会帮你把这个钱扣下来嘛，你根本不用去做什么东西。那你如果没有缴，他催收的人会打来告诉你，那一定的期间没缴的话，他就会送法院嘛。那你自己也会担心，不会让自己的信用有出错。那你知道你每个月要缴负担这些费用的时候，你会更努力积极的在你的工作上，它其实是一种乐趣哦。对我来讲，那有些人他不买房子，他会把这样的钱拿去做什么？拿去做股市的投资。或者在股票的投资里面，因为我很喜欢举中华电信，中华电信你从它的配股配息来看，它大概都还有4点多%的利率回来。那你房贷、财贷，我们抓不管它是1.5%，扣掉中华电信4点多%，那你还赚了3%，300万的3%，
它中间有多少的那个获利？其实这个你去细算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直接拒绝别人，因为这是我们本身起来的那个生存机制。可是如果你愿意耐下心来，静静的去了解，然后了解完之后再评估说这个是不是你值得投入的方向，或者说你想不想投入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那个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回归到很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的话，我觉得会比较轻松容易。因为怎么讲？像有时候我们进到银行啊，像我自己很久以前进到银行，人家跟我推销说什么卡怎么样，我说哦不要，卡已经够多了嘛哈。可是到后来我越来越会运用这些方式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信用卡它有蛮多优惠，很好用的哦。当然你一定要控制你的那个无止境的消费嘛。如果你的自制力是足够的话，你去看，像我最近办了那个中国信托的中油卡，我就觉得中油卡其实蛮好用。它每个礼拜一储值2000块，然后它会送你100块的那个加油金的券嘛。但一般我们有开车的朋友，一个月加2000块很正常，像我自己的那个车，大概一个月都会加8000、9000嘛，哈。那你看加2000块，他送100块，机车的油钱就有啊，所以我每个月的机车油钱我都没有付钱啊，我就是用那个券去折抵。那这个就是信用卡它能够给我们的优惠。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说，我后来就是也是用刷卡刷成中国信托 VIP， 我不是他的资产成为他的 VIP， 所以有很多优惠可以享。所以当我越来越熟悉灵活的运用这些理财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越是好好的跟金钱做朋友，那它真的会回馈给我们很多很好玩的事情。那你就会用更弹性的方式去如何运用你的金钱，你就会摸索出属于你的经验跟方式。那以上是我分享给大家，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